价值300万的法拉利 F430出了大事故过后，被康纳用9万美刀买了下来。这辆车起初出现在网络上时，就引起了上万人的关注。之所以能如此的吸引人，是因为这辆车的性价比非常的高，仅有前脸的损伤比较严重，其余的损伤就是一些轻微的刮痕，甚至连车内的气囊都没有一个爆开。这简直就是一个9乘9美女一手车。康纳看到它非常的激动，下定决心一定将其拍下来。可便宜无好货，好货不便宜，没想到起拍价都要6万3美刀，这让以前随便什么车都5万美刀拿下的康纳有些头沉。可见在弦上不得不发，康纳硬着头皮将价格顶到了8万美刀，但价格还在不断的上升中。经过了最后的几次竞价，最终康纳以9万美刀拿下了这辆车。虽然这个价格非常的贵，但这辆车基本不需要买什么配件，也算是物超所值了。经过了4个小时的等待，车子就被送了过来。康纳绕着车子转了一圈，整体看起来和描述的基本相符，内部也比想象中的要好。康纳开着车子试了下车，发现性能完全没有问题，仪表盘也没有故障灯亮起，而且这辆车才跑了4万多公里，这让康纳提着的心瞬间放了下来。他将车子开回了车厂，准备给法拉利来一个凉水澡。清洗过后的车子就是不一样，光看后面就和新车没有什么区别。康纳将车子移到了车库内，把车子架了起来，先拆掉了车上的轮胎，这都是维修时的基本操作。要想把损坏的地方维修好，就得将周围好的部件都先拆下来保存，这些部件都是可以再次使用的。等把行李舱的部件基本拆除后，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前车身面板基本损坏，弯角部分也有些变形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大灯和散热器都是完好的。接着康纳要将左侧翼子板拆下来，但要保证周围部件的完整性，就必须先拆下里面隐藏的固定螺丝。这个操作对于康纳来说非常的简单，只要按照顺序一一拆除就好。等把侧裙拆掉后，就可以拆掉翼子板了。但这一步也不是那么简单，不仅要用角磨机将损坏的部分切除，还要用火去给翼子板加热，这样会让之前的胶水融化，更好的将其拆下来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部位涂了这么多的胶水，让康纳还得一点一点的处理掉。经过康纳749个小时的精心处理后，终于将车上的胶水清理完成。接着康纳用角磨机将中间损坏的部分切掉，等这部分处理完成后，整辆车子就顺眼了好多，没有了之前破破烂烂的感觉。康纳将车子开到了工位上，想用机器把撞凹陷的部位拉出来。他先在铁板上钻了一个孔，将拖车钩固定在上面，接着重头戏就来了。只见他拿起喷枪烘烤凹陷的部位，并用大锤不断的敲击，等凹陷部位拉得差不多时，就将钩子换了一个位置，再次经过反复的火烤和锤击后，才将损坏的部位复原。可没意外的时候，意外就发生了。地板在多次的加热和拉伸下，被生生的拉出一个很大的洞，所以康纳不得不重新去订购一个，这就大大的加长了修复的工期。因为订购这些零件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还好康纳的粉丝比较给力，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帮他搞了回来。拿到货物后，康纳就对地板开始处理。虽说想着拆一个底板应该很简单，但是想无损的将其拆下来，还是颇费一番功夫的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后，在康纳的晃动神功下，终于将地板拿了下来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行李箱内处理的十分的完美，每个细节都拿捏的恰到好处，唯独前面的车身面板还有些瑕疵。这个部位康纳也考虑到了，他在购买地板的同时也购买了一块面板。康纳用铲刀把坏掉的板面一一铲掉，并用特制的砂轮磨掉上面的铆钉，再用喷枪对铁板加热后，这才将损坏的板面拆了下来。看着不大的一个小事故，修复起来没想到这么复杂。这么看来，修车工的日常也相当的不容易。等车体拆卸部分处理好后，康纳就把所有套件都焊接在了一起。等新的保险杠扣上时，这辆车也有了跑车的样子。接下来就是对机盖的修复工作。他先将机盖的缺口用电焊补齐，用角磨机将其打磨平整，然后在上面刮了一层腻子。等其风干后，用砂纸打磨平整，这样看起来就舒服了很多。而前面的接缝处也是相同的处理，但这些操作也非常的重要，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漆面的效果。所以康纳这次也下足了功夫，仅腻子就做了2次处理。等这些被处理好后，车子就被送到了喷漆房，员工对表面进行了一番清洗后，就喷上了一层亮闪闪的黑漆，并用气泵对其加速风干。就这样反复操作了3遍。等所有套件喷完漆后，这辆法拉利就重获了新生，漆面的效果显得非常的亮眼。这也许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黑色的原因之一吧。等康纳欣赏完自己的杰作后，就把所有的部件都组装上去，车尾板也被换上全新的。康纳将车开出了车厂，本以为是要出去试车的，没想到他又给车子洗了个凉水澡。原来他这是为了给车上蜡做准备。员工细心的给车子上完蜡后，就此这辆修复的法拉利 F430就彻底完成了。让我们看下修复前后的对比。那么这时候问题来了，
这辆修复完成的法拉利能卖到多少呢？说出你认为的价格。